太子流落民间时，有位心爱的姑娘，他不记得那人的姓名模样，只知道他肩上有颗红痣。走，就算翻遍整个州府，也要给姑找到。可好不容易寻到了人，我不犟，无论是谁，我宋应渊此生绝不与人为妾，就算他是太子也不行。公公还是请回报。你说什么？奴才也没想到那宋姑娘竟如此清高，说什么也不愿进京。既如此，传姑旨意，下旨退婚。而我身为太子的未婚妻，在这天接到了2道令旨。奉太子令谕，今免去崔氏二小姐羲和与太子之婚约，自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退婚？另念及崔氏羲和温婉贤淑，特将其许配给金科探花郎沈延文。崔二小姐，接旨吧。臣女崔羲和接旨谢恩。夫人，您撑住啊！快来人！崔夫人，您消消气，身子要紧啊。公公，我儿自幼温婉，他与殿下定亲5载有过半番想行差踏错，如今怎么能说退婚就退婚？其实那探花郎沈延文才华出众，姿容甚艳，放眼京城也是数1数2的人杰，堪称二小姐的良配啊。良配？我崔家的嫡女本该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如今却无辜被退婚，名节尽毁，却要屈嫁给个无官无职的探花郎。夫人，感情之事强求不得，殿下已有心仪之人，如今是铁了心要娶那姑娘，圣意已决，强求只会伤了和气啊。心仪之人？是啊，殿下当时伤重，不记得那姑娘的姓名模样，于是殿下回京后便下旨在各州府寻人，好不容易才把人寻到了，可那位宋姑娘傲高得很，清高不愿为妾，扬言若做不了正妻，此生永不信京。那也不能拿我们二小姐的终身大事来赔啊！二小姐，这些东海明珠、蜀锦云缎，皆是殿下特意嘱咐老奴送来的，殿下心里对您终究是有些亏欠。要补偿我吗？定亲5载，千里救生，到头来连见我一面也不肯。公公，羲和并非想抗旨，只是有一事羲和实在不明，想求公公解惑。二小姐请说。殿下遇险被救时，分明已是昏迷，连声音都听不见，更无法施物。敢问公公，殿下究竟是如何如此笃定地辨认出救他之人就是那位宋姑娘的？当初殿下在越州含其入体，是那位宋姑娘不顾男女之防，褪下了自身衣物，用体温为殿下御寒。殿下当时虽看不清她的模样，但在宋景简为她披衣时，殿下的指腹无意中碰到了那姑娘肩头的红痣。小姐，您自幼便按照太子妃的标准培养，与太子定亲5载，从无半点错处。如今殿下却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姑娘，说退婚就退婚，还把您指给一个探花郎，这凭什么呀？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。什么弘志，什么救命恩人？殿下的救命恩人分明就是您，殿下怎么就偏偏信了那个姓宋的野丫头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赵和，你苦苦寻找，甚至不惜与我退婚，也要娶的那个恩人，其实是我。小姐，您又在想那件事了。奴婢刚刚从前厅回来，听见老管家他们议论，真是要气死人了。他们议论什么？他们都在夸那位宋姑娘，说宋姑娘不仅救了殿下，而且心善之极。当初发现殿下的亲卫找来后，她便不求回报，先行离开，甚至后来被殿下亲自寻到了。她一开始还百般推脱，不愿承认自己做了善事。
如今满京城都在传，说那宋姑娘是个尸不忘报的贞烈女子。尸不忘报，不愿承认。她若当真是不求回报，如今又怎会应下这天大的恩情？甚至心安理得地接下太子的令旨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越州远在千里之外，你一个深闺女子，孤身奔赴千里去寻人，成何体统？世家最看重门风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你还要不要名声了？崔家还要不要脸面？殿下在越州遇险，生死未卜，他是女儿的未婚夫婿，女儿不能坐视不管。女儿向爹爹保证，此行女儿绝不暴露身份。救下殿下之后，女儿立刻动身回京，绝不让太子的亲卫瞧见女儿的模样。若有为师，女儿甘愿常伴青灯古佛，绝不连累妹妹们，更不连累崔家门风。小姐，您还在想越州的事儿？明日一早，太子的回京车将就要到京郊了，听说百姓们都准备去迎呢。你也早些歇息吧。明日一早，他便到京郊了。是啊，那宋姑娘也跟着一同到。小姐，咱们别想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歇息吧，不用守着我了。是，那奴婢就在隔间，小姐有事便唤奴婢。为了救你，我不惜隐姓埋名，连夜避开亲卫。可如今，我做的事凭什么要让旁人领了功去？赵恒，旁人可以不知情，但你必须知晓真相。臣女崔羲和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臣女不求旁的，只求殿下下车见臣女一面，或者容臣女上马车与您说一句话，很快。崔二小姐，如今孤与你并无瓜葛，私下见面怕是不妥。殿下，臣女今日来是有10万火急的真相要告知殿下。不必了，孤已有未婚妻，望二小姐自重，莫要再生无谓的纠缠。殿下，外面可是有客，阿玉是不是打扰了殿下的正事？无碍，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闲人。阿元，可是早起风大，又吹着手凉了，快把披风裹紧些。这是刚刚温好的汤药，已经吹凉了。来，张嘴，孤喂你，一勺一勺慢慢喝。二小姐起身吧，孤与你本就无任何情分，全因母后做主才定了那桩婚约。孤对二小姐无意，想必二小姐也非真心爱慕孤。殿下，如此正好，一别两宽。孤祝二小姐与沈探花喜结连理。崔二小姐，请让路，殿下要启程了。无意，不曾爱慕。赵恒，你怎会认为我不喜欢你？我明明喜欢了你好多年。小心！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巧，二小姐，既然遇上了，便同行一段路吧。这盏花灯赠与二小姐。
崔家二小姐温婉贤淑，堪配此花。孤愿娶崔二小姐为太子妃。臣女谢殿下恩典。孤心中只有阿远一人，再容不下旁人。你这般死缠烂打，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，只会令孤生厌。这不是崔家二小姐吗？被退了婚还拦车攀附，也太不知廉耻了！还能图什么？不就是贪图太子妃的位置？释迦你的心机真是深不可测。二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沈某心有所属，此生绝不会倾心于二小姐。沈公子倒是个坦诚之人。沈某少时家贫，与阿渊定下婚约，我二人青梅竹马，相濡以沫。按理说，她本该是沈某明媒正娶的妻，如今遭逢此变，沈某纵无力抗旨，也绝无法背弃所爱。成婚之后，沈某亦无法与二小姐圆房。二小姐，对不住，但情义一事，心不由己，恕沈某难从。世人成婚，无不向往着举案齐眉，琴瑟和鸣。我亦如是。从前以为这样的日子离我不过咫尺之遥，如今方知，沈公子这一句话，便将我这后半生都定格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里。羲和啊，本宫听闻了外头的传言，说你对这桩婚事心存不满。唉，此事确实是恒儿对不住你，可他也是情之所至。你向来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便多担待些吧。臣女不敢，臣女一切听凭娘娘安排。好孩子，本宫与你娘是闺中手帕交，本宫看着你长大，自是不愿让你受了委屈。你且跟本宫说说，可有什么心愿？只要本宫能办到的，一定成全你。求皇后娘娘免了我与沈探花的亲事。沈探花早已心有所属，他娶臣女非他所愿，追思之中，求娘娘垂怜。羲和，太子刚刚为你赐婚，本宫转头便让你退婚，这于理不合，会令旁人质疑太子的威信。不过，本宫可以让你与太子见上一面，若你有本事令太子亲自更改令旨，此事便能作罢。本宫能为你们做的，也只有这么多了。原以为崔二小姐是个清高的人，却没想到为了孤这区区一个太子正妻之位，你竟然如此不择手段，甚至还求到了母后那里去。口中念的是女则女训，心里学的却是如何将家族利益最大化。在你们眼里，万事万物永远掺杂着肮脏的利益与算计，简直令孤生厌。孤这辈子也爱不了你这样攻于心计的人。二小姐，自重吧。殿下，臣女此番前来，并非是为了这虚无的太子妃之位，臣女只求殿下免了臣女与沈探花的亲事。你说什么？沈言文心有所属，臣女对他亦是无意，两个无心之人强绑在一起，不过是造就一对怨偶。殿下高高在上，又何必非要毁了我们两个人的终生？求殿下成全，收回成命。此事确实是孤处理的有些不当，届时阿角对他念念不忘，而你看好美名满京城，孤便想着将你二人凑成一对，如此也好，绝了阿豪对他的最后一点念想。绝了他的念想，原来殿下随手一指，毁掉臣女一生的幸福，不过是你用来讨好另一个女人的工具。孤是储君，令旨记下，断不可朝令夕改。二小姐，莫再强求，日后成婚，孤自会给你诰命作为补偿。殿下，二小姐还有何事？崔羲和，你在做什么？休要自荐枕席，孤对你并无。那日是臣女将殿下从山崖下救起，亦是臣女在风雨交加之夜为殿下退衣贴身，刮痧驱寒。殿下，臣女今日不求别的，
可否以这救命之恩相谢，求殿下收回成命，免了臣女与沈探花的这桩亲事？二小姐东施效颦，就真的没有意思了。殿下说什么？哼，姑当初以弘治寻人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州府皆知，知道弘治二字的人不在少数。你为了拒婚，竟然故意在自己的肩头点上一颗一模一样的红痣，妄图冒领阿元的救命之功。崔二小姐，姑以前只觉得你重利，却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下作。殿下竟然觉得臣女肩上的红痣是点上去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崔二小姐如此处心积虑，不仅失了高门体面，更让姑觉得令姑厌恶。殿下若是不信，臣女可以讲出那日救你的所有细节。那日在越州山谷，你衣衫尽湿，冻得昏死过去，是我生了火，解开衣衫。够了，二小姐，救人的经过，左不外乎就是生火、披衣那些事，你便是去编、去打听，也能编出个8、9不离来。姑不蠢，岂会容你这般戏耍？姑且问你，姑是在越州受的伤，你崔二小姐平日里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日日待在玉京，又怎会平白无故在越州出现？难道你想告诉姑，你听闻姑受伤后心急如焚，亲自跑来越州寻人，甚至为了救姑，连你最看重的清白名声都不要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你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编出这套瞎话来救姑？因为那时我深爱殿下，为了救殿下的命，臣女确实守不得什么规矩了。得知殿下在越州遇险，臣女不顾一切，日夜兼程，一路疾驰，连歇息都来不及。臣女说这些并非要挟，只是不想自己的一腔真心被践踏至此。阿渊出身乡野，心性最是纯善，他从来不会撒谎。他既然说救姑的人是他，那就只能是他。至于崔二小姐，你远比姑想象中要聪明得多。为了嫁给姑，不惜捏造是非，连情爱都可以拿来杜撰。先前的情愫，不过是一场对他而言的笑话，我又何必如此？臣女言尽于此。崔二小姐，莫要再妄想太子妃之位了，姑不会娶你。早在京郊那日，臣女便歇了对殿下的心思。今日臣女来找殿下，自始至终，只是想取消与审探厅的婚事罢了。羲和，过来，到本宫身边来。羲和，本宫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事已至此，再多执念也是无益。像你这样才貌双全、心性坚韧的姑娘，本宫心里清楚，你嫁给谁都能过得很好。臣女明白，谢娘娘赏赐，臣女定不负娘娘厚望。不要，沈郎，沈郎，你不要走，沈郎。阿渊，你叫谁？沈郎，阿渊知错了，不要丢下我。沈郎，你梦里心心念念唤的，居然是沈延文！去，传姑的令旨，沈探花与崔二小姐既是天作之合，那便无需再等，将他们的婚期定在10日之后。姑要让他们立刻成婚，去办。是。我邵氏家贫，
连买灯油夜读的钱都没有。是阿渊不分昼夜的替人换衣，一双手冻得满是裂口，用血汗钱供我念书。我们拉过钩的，说好只要我中举入仕，便风风光光回来娶她，让她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妇人。上京途中，我省吃俭用，只为了买下这根发簪。我想着洞房花烛夜时，亲手替她戴上，想看她穿假衣的模样。沈某曾立誓，今生要为阿玉守身如玉。对不住了，这床榻沈某便不沾了。二小姐，对不住了。阿叔，是阿叔吧？过来。嫂嫂吃。阿叔怎么这么晚不睡，跑来给嫂嫂送糖？我听刘嬷嬷说，新娘子一整天都不能吃东西，会被规矩累坏的，会很饿。阿叔怕嫂嫂饿坏了，嫂嫂垫垫肚子。阿叔，谢谢你。嫂嫂不必见外，你已经是阿叔的嫂嫂了。嫂嫂和阿叔是一家人，哥哥说一家人本就该和和气气，真心相待。一家人本该真心相。阿叔，连你这个小孩子都懂得道理，可你那博学多才的哥哥却怎么也弄不懂了。阿叔，记着，读书非为求名，而在修身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怨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。嫂嫂，这句话是说别人不理解我，我也不生气，这就是君子吗？正是，不欺于心，不异于物，便是君子之风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夫君，我原以为你们这些高门大户养出来的深闺女子，平日里只读一些女则、女训之流。沈大人，世家养姑娘花的心血并不比男子少。就是，哥哥你太小瞧嫂嫂了。嫂嫂写字可漂亮了，比你的字还要有风骨呢。昨天嫂嫂还教我下棋，我的棋艺都精进了，不信你瞧。又是我输了，西河，你这走法奇诡，沈某自愧不如。夫君只是心思不在棋盘上罢了。西河，茶凉了，妾身再给夫君换一盏吧。公子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外面有一位自称是东宫宋姑娘的女客，指名道姓要见公子。若是被东宫的人察觉，不仅与理不合，更会给沈家招来杀身之祸。你若还想要前途，便在这里待着；你若信我，便由我这个沈夫人出去接待，绝不失了分寸。有你接待，阿渊深夜冒雨前来，定是遇见了什么天大的难处。崔西河，你自幼长在高门大户，你心狠，凡事只知礼数，但我沈延义做不到如你这般冷血无情。
小姐，奴婢真是替您不值。姑爷每个月的俸禄不过区数10两，连维持沈腾上下的日常开支都不够。这些日子，若非小姐拿着继承拿自己娘家带来的私产贴补，这日子还指不定怎么过呢。他平日里总带着小姐您去铺子里挑选珠花样式，奴婢还当他是给阿叔妹妹提前攒着的嫁妆，没成想他花了那么大一笔钱，积攒了这一整匣的奇珍，竟然全是为了那个宋应嫣。原来是给他的。阿元，我说过的，待我中举入仕，定要送你一匣子的花。沈郎，我心里好苦，东宫里好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殿下，您千万别误会沈郎，不，别误会沈大人。臣女只是白日里在东宫待得闷了，出宫游玩，恰好路过沈宅，这才想着进来探看一眼昔日的旧友。这是宋应嫣身上的香味。姑怎么听闻沈探花自大婚之日起，便与夫人分室而眠，至今连房门都不曾进过。怎么，沈探花是在用这种法子告诉天下人你对姑的指婚不满，万分不满？还是你这心里至今还对什么人念念不忘？殿下，臣绝无此意，臣与夫人只是……沈夫人，既然你家夫君说不清楚，那你来告诉姑，你对姑亲自为你指的这桩婚事可还满意？臣妇多谢殿下赐婚，探花郎精才绝艺，臣妇自然万分满意。满意？好一个万分满意！来人，送沈大人和夫人一场真真切切的洞房，如何？渊儿，你觉得呢？单凭殿下做主。殿下有令，请沈大人与夫人好生享用。今夜务必饮尽此壶美酒，切莫辜负了殿下的美意。我早前听闻，宫中有一种秘药，掺在酒里，无色无味，可一旦饮下，便会心火陡盛，情念翻涌。赵恒不会无缘无故大费周章的赐酒。沈大人，这酒里大概是掺了脏东西。脏东西？他这是用阿渊的命在试探我，也是在警告我，若我不喝，或是动了旁的心思，明日沈家便要大祸临头。一路折腾，你也多用些，往后府中诸事还要劳烦你。西河，多吃些。西河，其实你也很好。凡是文人，无一不想找一个如你这般志趣相投、才华横溢的姑娘，举案齐眉，共度一生。沈某读过你的字帖，也见过你的棋路，你当真是个奇女子。若是我从前不曾遇见阿妖，或许我真的会对你心动。沈大人若我说那日在越州救了太子性命，退衣刮痧之人，根本不是宋应权呢，你还会觉得他如你想象中那般纯善极好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阿文有意攀附权贵，撒谎欺骗天下人？不可能！阿文连村里的流浪狗都会怜惜，还收养了瘸了腿的阿黄看家。他生性最是纯良，从小到大连一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，更何况他从来不骗人。罢了，
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他既愿意做个瞎子，我何必去叫醒他？殿下有令，沈大人与夫人新婚燕尔，特赐佳肴美酒，为二位助兴。今夜务必饮尽此壶，切莫辜负了殿下的美意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好一个赐酒！他贵为储君，想要捏死我这个毫无根基的探花郎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沈大人，既然知道是君恩，便莫要多言了。这酒你若不饮，明日御史台擦你一个大不敬之罪，沈家便要满门抄斩。赵恒，幸好你终究还是顾忌着你那高高在上的储君风骨与皇室一面。夫人，东宫那边又派人送来帖子了，是太子殿下在京郊平山设下的驱水宴。西河，这已经是半月来殿下第3次派人送帖过来了。前2次你都称病推脱，事不过三，这一次我们若是再不去，怕是真的要惹太子不悦了。殿下从未在人前与我搭话，却次次指名道姓要我赴宴，他想看什么？夫君心里不清楚吗？殿下是在怀疑我们分房，在怀疑我们是对他的指婚心存不满。西河，到了平山，人多眼杂，为了沈家，也为了崔家，在殿下和众人面前，你我表现的亲密些，好生做个样子，成吗？备车吧。瞧瞧，太子殿下对宋姑娘可真好，即便出来主持驱水宴，也一刻舍不得松开手，当真是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啊！来人啊！这河里漂着一个人！天哪，这不是永昌侯夫人吗？是了，侯夫人前些日子外出上香，遇到流口，惊慌失散，下落不明。没想到竟然被冲到了这里。一木，快传大夫！殿下，侯夫人被流口逼入河中，寒气入体极深，如今命悬一线，必须立刻找人用土法刮痧驱寒，将寒气逼出。只是在下是个男子，男女有别，实在不便出手。母后对阿苑有所不满，说她救了姨母，母后定会对阿苑刮目相看。这有何难？姑的未婚妻阿渊精通医术，当初姑落水寒气入体，亦是阿渊用刮痧之法将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阿渊，今日便由你来救治姨母吧。早就听闻宋姑娘有起死回生之能，今日若能施展神技救下侯夫人，当真是大功一件啊！是啊，侯夫人与当今皇后娘娘一母同胞，宋姑娘今日若救下夫人，往后这造化不可限量啊！怎么办？我根本不会什么医术，刮痧驱寒，我哪里懂什么穴位手法？若是把人治死了，能当场要了我的命。阿渊，莫要怕，当初你如何救姑，今日便如何救姨母。去吧，姑在身侧护着你。殿下，我今日身子不适，阿渊，阿渊，你醒醒！殿下，人命关天，若再耽搁下去，侯夫人怕是支撑不过半刻。臣夫愿竭力一试，救助侯夫人。沈夫人，姑的姨母性命垂危，此非儿戏，你莫要胡闹。难道你还通晓医术不成？殿下，沈夫人绝非玩笑。放眼在座的所有女眷，若论医术，便没有比沈夫人更通宵的了。正是，沈夫人少时师从药王，连药王老人家都曾亲口夸赞她天资聪颖，乃是悬壶之才。此前臣女犯了头疼脑热之症，太医百般无效，都是请沈夫人开方，药到病除的。
侯夫人向来为人宽厚，那次宴罢，她见我无教，还特意载了我半程送我回府。这等善人，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。经络瘀滞，寒邪入里，夫人得罪了。寒气逼出来了，这命总算是保住了。如何了？姨母她……启禀殿下，侯夫人体内的寒气已尽数逼出，如今呼吸平稳，已无性命之乎，只需静养几日，便可无碍。沈爷，真不愧是药王的弟子，当真是妙手回春啊！今日若非沈夫人挺身而出，侯夫人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夫君，我有些乏了，我们回府吧。好，回府。西河，沈大人有何指教？阿元他今日是装晕的，因为他根本不会医术，以为他是在我上京赶考后，机缘巧合跟哪个游方赤脚郎中学的医，又恰好救下了太子。我一直都是这么说服我自己的，可是我错了。他今天一看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侯夫人，那一双眼里全都是害怕，全都是心虚。他是怕自己不会医术的事情当众败露，他根本不会医术。既然他连最基本的刮痧驱寒都不会，那当年在越州山谷救了太子性命、推下衣裳贴身驱寒的人，便绝对不会是他。他为什么要骗天下人？为什么要骗太子？为什么要骗我？5年，整整5年的感情啊！原来我们当年根本不是被太子蛮横强拆，一早就存了攀附权贵、贪图东宫荣华的心思。沈延文，你我皆是这强权与谎言之下的牺牲品。你错付了真心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我们都被命运生生剥夺了选择的权利，被困在这座冰冷的深宅里，做了一对怨偶。5年恩情，山盟海誓，原来终究只是一场镜花水月。宋应烟，你骗得我好惨啊！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什么相濡以沫，什么白头偕老，全是一场空。我沈延文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都干净了。小姐，姑爷昨夜在书房守了一整夜，今儿天还没亮就出了府，到这会子还没归家，连早膳都没有。您说他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不该打听的，莫要多嘴。西河，以前是我糊涂，错付了人，也委屈了你。往后，我不会再念着过去的事了。这府里的事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若愿意，我们慢慢相处。西河，你瞧，这是你一直想要的那卷古棋谱，我昨夜在藏书阁守了一宿，亲手一字一画替你誊抄出来的，墨镜才刚刚干透。西河，你笑什么？沈延文，新婚洞房那夜，你若有这般觉悟，或许我们真的能试一试，做一对相敬如宾的却一片夫妻。
只可惜如今太迟了。况且，大抵我们也做不了多久的夫妻了。公公，请留步。皇后娘娘转换臣妇入宫，说是在长春宫一叙，可眼下这条路似乎并非前往长春宫的路。沈夫人莫怪，老奴也是奉命行事。皇后娘娘那儿待会儿自会去请安，只是眼下是太子殿下在大殿中等候多时，特意嘱咐老奴务必请沈夫人先过去见一面。夫人，请吧。原来二小姐当年竟是这般心意，竟为了姑，连名声性命都可以置之度外。殿下说笑了，臣妇如今已是沈夫人，那些不相干的旧事，殿下莫要再提了。不相干！姑当初错认他人，对你冷嘲热讽，甚至还说出那般诛心之言，还亲手将你随意指划，是姑生生伤透了你的心。殿下，真相究竟如何？这些对臣妇而言，早就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？姑说重要，它便重要。姑派人查清了你当初的行踪，问过了你幼时的乳娘。你一个神龟千金，为了救姑，竟敢孤身奔赴千里，一日换6马，连名声性命都置之度外。可姑非但不知恩，反倒将你视作攀附权贵之人，冷言相向，随意指婚。西河，姑对不起你。殿下言重了，当年之事孰是孰非已不重要，殿下其实只是不喜臣妇罢了。不是的。那倘若姑说姑对你亦有情呢？早在姑知晓这一切真相之前，姑便已经对你动了情呢。那日你在姑面前宽衣解带，露出红痣，姑当时以为你是在用谎言欺骗姑，妄图谋夺太子妃之位。姑心中有气，对你百般冷落羞辱。可是那夜，姑却梦见了你。姑梦见你双眼泛红，倔强的不肯落泪，梦里全都是你声声诉说着爱慕姑的话语。自那夜起，姑便魔怔了。姑告诉自己阿玉才是救命恩人，可只要一闭上眼，梦里、脑子里、心里全都是你崔希豪的身影。姑烦躁不堪，姑以为自己是被你的谎言蛊惑了。所以殿下便在10日之内亲自为臣妇与沈延吾定下婚期，强逼我们苍鹭成婚。是，姑厌恶世家女。姑看着母后与父皇相敬如宾背后的算计，姑生怕自己哪天会对你起了歹念，做出强抢臣妻的丑事。姑只能逼你嫁人。可当你真的输了夫人发髻，嫁给沈延文的那天，姑嫉妒的快要发疯。那夜姑送你们佳肴良酒，其实根本未曾掺入宫中劣酒，姑只是控制不住想要见你。姑不愿你们当真圆房。殿下，二嫁之妇做不得你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况且臣妇对殿下早已无半分情谊。崔希和，姑不信。你现在是不是万分后悔？后悔当初在越州救了姑？殿下，此前越州相救，就当是臣妇报答了少师殿下在熊掌下的相救之恩。自此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殿下若肯高抬贵手，便允我和离吧。希和，崔希和，你给姑站住！二小姐，你方才在东宫大殿里对姑说的那些话，姑一个字也不认，一句也不信。殿下，和离令旨是您在殿中亲口答应，亦是您要亲笔所述的，白纸黑字，天下皆知。殿下认与不认，有何分别？
姑说的是另一桩事。你说你对姑已无半分情谊，姑不信，姑绝不相信。你当年可以为了姑一人奔赴千里，你可以为了救姑，连世家女子的清白都不要，那样赤诚炽热的爱慕，你怎么可能说放下就真的放下了？你告诉姑，你是不是还在气姑？气姑有眼无珠，认错了人，姑可以改。你告诉姑，你要姑怎样才肯原谅姑？殿下，臣妇当年不顾名节，不顾性命的去越州救你，是因为那时臣妇心中有你。可殿下当年不认得臣妇，甚至觉得臣妇令人恶心。如今殿下认得臣妇了，可臣妇这心里反倒没有殿下了。这桩事从头到尾都只是殿下迟了一步。羲和，今夜我便搬回正房就寝。我今日特意绕了远路，去东街买了2盒你最喜欢的酥糖。等夜深了，咱们在檐下点上香，彻夜对弈，可好？太子令旨到，沈探花、沈夫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太子敕令。今赶集荆轲探花郎沈延文与崔氏女羲和成婚以来性格不合，琴瑟难调，特赐两家和平合离，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钦此。合离？为什么？我与夫人成婚以来，相敬如宾，并无任何行差错漏。太子殿下凭什么无缘无故强逼我们合离？沈大人，御赐合离乃是殿下的恩典，圣意难测，您莫要抗旨，自毁前程啊！前程？我的婚事在殿下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他高高在上，随手一指，哪怕我不愿意，逼着我迎娶崔家女。如今，我想和我的夫人琴瑟和鸣，好好过日子了，他却又是一道旨意挥下来，逼着我们合离。他凭什么？太子怎能如此蛮横强拆？羲和，你瞧见了吧？你难道就不恼不恨吗？他赵恒这般玩弄崔沈两家，这般欺人太甚，他怎么能凭什么能强拆我们的婚姻？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他赵恒贵为储君，难道就能如此践踏一个臣子的尊严吗？沈大人，别砸了，这封和离令旨是我亲自去东宫求殿下搬下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是你去求的？郎君心中早就有了一生难忘的白月光，你我本就非良缘，硬绑在一起，不过是互相折磨。可我如今只想好好跟你过日子啊！可我已经将阿元彻底放下了。昨夜在院子里，我把所有的订婚书、庭书和珠花全烧了，你也是亲眼看见的。羲和，我现在不想旁的了，我只想守着沈家，和你安安稳稳的共度一生啊！迟了。为什么？羲和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甚至亲手烧掉了关于他的一切。为什么你连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？沈延文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从未给你过机会？成婚后的那些日子，你虽歇在书房，可后来白日里，你每日回府与我谈天对弈，甚至与我一道在回廊下教阿叔读书。那时候我曾真心以为，日子真的可以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，即便成不了恩爱夫妻，也能相敬如宾，共度余生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也给过我们这桩婚事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现在……可宋应圈一敲门，你便什么都顾不上。那夜你抱着那一匣子攒了数月的珠花，义无反顾地冲进冷雨里。你当着我的面在那株海棠树下，亲手将珠花簪入他的发间，与他相拥痛哭。沈延文，你心里的那个位置，自始至终都是留给他的，从未变过。我不怪你，情关难过，你钟情于他是你的本分。可我崔羲和也绝不限于去等一个永远不会回头，心里装着旁人的夫君。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沈郎，开门啊！沈郎，
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初我不是故意要背叛你的，是太子逼我的呀！沈郎，你开门看看我好不好？求求你！哟，快瞧瞧，这不是之前风光无限住进东宫的宋姑娘吗？怎么落得这副丧家犬的模样？什么宋姑娘？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，她是个冒领扒人救命恩情、欺君罔上的女骗子。挨了板子被逐出东宫，就是太子开恩留她一条贱命。就是，往日里沈探花对她死心塌地，她一转眼攀了高枝就把人踹了，如今高枝折了，倒有脸回来纠缠人家，真是不知羞耻。西河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你帮帮我去跟太子殿下求个情好不好？我不能被赶回村里去，村里人知道我骗了太子，会把我活活剁死的。放手！我不放！姐姐，你最是心善，你救救我吧！宋姑娘，你若当初坦诚相告，何至于落得今日这般下场？你既自愿选了谎言，便该一并承受这谎言被拆穿后的代价。凭什么？你一出生就什么都有？出身、容貌、医术，连太子的心都是你的。我宋一渊做错了什么？宋姑娘，当年我在越州大雪封山救太子的时候，同样没有名声，没有清白，甚至做好了余生失真、常伴青灯古佛的打算。但我从未想过要拿这份恩情去换取东宫的任何荣华富贵。你错的从来都不是撒了谎，你错的是你自私贪婪，将旁人舍弃了一生清白换来的恩情偷走，当成了你登天攀附的筹码。崔氏女羲和，医术超群，救治永昌侯夫人有功，其心纯善，端庄贤淑，实乃世家典范。朕心甚畏之，特赐封崔羲和为羲和郡主，任作太子义妹，钦此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此举不妥。羲和他本该是儿臣的太子。放肆！旨意已下，岂容你反复无常？给朕退下！臣女崔辉和叩谢陛下圣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羲和，臣妹见过皇兄，愿皇兄顺累安康。羲和，娘对不住你。当初你爹执意拦着你，娘非但没帮你说话，还跟着劝你顾梗名节。要是当初娘能站在你这边，你何至于藏着功劳不说，平白受了这么多委屈？娘快别这么说。当年药王老人家路过府上，说你天生便是执狐行医的，爹那时不信，觉得世家女儿就该安守本分。如今看来，是爹错了。去吧，做你该做的事。你是崔家的骄傲，崔家的门风也断不会成为你的束缚。爹娘，女儿此去山高水长，归期不定。二老在京中千万保重身体，恕女儿不孝，不能再惜前尽孝了。羲和阿姐，等一等，阿姐。阿姐，路上吃，你教阿叔的那些道理，阿叔全都一笔一画记在心里了。学君子之道，行坦荡之事，不骗人，更不能欺骗自己的心。你放心，庭院里的那些花草，阿叔一定会照顾得好好的。阿叔真乖，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？你哥哥呢？哥哥在后面站着呢，他不肯过来，就让阿叔来送。阿姐，你自由了。阿叔，再见。
好香的草药，女大夫，您这院里的芍药花开得可真好，常听镇上的人提起您医术了得，在下心生好奇，敢问女大夫贵姓，是何方人士啊？不记得了。那女大夫年纪轻轻，可曾婚配？家中可还有什么人啊？既然一身无牵亦无挂。掌柜的，镇外那位种满芍药的女大夫倒是个妙人，只可惜问题名姓家世，她一概说不记得，真不知是何等奇女子。客官有所不知，那位女郎中每月都会收到一封从玉京送来的信。哦，玉京来的信，那她可有回信？奇就奇在这儿，女郎中每次拆信都要看很久很久，可看完了她也从来不给写回信，只是把那信重新折得方方正正，收进木匣子里锁起来。我也问过她，只是说不必回信。这位大叔，这院里的女郎中去哪儿了？走了，前些日子就走了，背上他那口大药箱，牵着一匹枣红马，说是往更南的方向去了。